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的将计就计，让跑男节目组羞愧了。如果要说到最好看的综艺节目，那跑男必须是可以排上1号的。自从有了这档综艺节目的那一刻开始，观众就疯狂追不停。当然，对于很多观众来说，在国内还没有引入跑男的时候，大家就在看韩版。现在也有不少人在坚持。在跑男这档节目进入到国内市场之后，真的是一下子就点燃了整个综艺行业。没多长时间，这档节目一下子就成为了综艺节目的巅峰。试问在当时那个年代，只要是家里有电视或者是通网的，谁不看跑男呢？换句话说，如果要是你不看跑男，那就是跟不上时代，跟不上潮流。不管是在同学之间还是同事之间，茶余饭后你都插不进嘴的。只要提到跑男，那不得不提的就是撕名牌。想当年节目爆火的时候，线下有多少人在玩这个游戏？说的难听点，撕名牌算是一个统治性的游戏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不管是什么游戏，只要好玩，很多综艺都会跟风去玩。然而，撕名牌这个游戏是从来没有流传到其他综艺节目的。不管是版权问题还是什么原因，同类型游戏也是比较少的。因为撕名牌这个游戏是独一份的，以至于观众一直都非常喜欢看跑男，每期都期待撕名牌。这么多年来，撕名牌这个游戏可以说是以各种形式出现，每次都非常精彩。不过这几年是让人有些尴尬的，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，在之前有一季的节目中，一整季都没玩一次，真的是太让人失望了。当然，这2年相对好一些了，但也依然是有尴尬的。说白了，李晨和郑恺2人都老了，而且常驻 MC 当中大部分人是没有运动细胞的。说的直白一点，现在的撕名牌根本玩不起来。如果要是玩的话，节目组也只能换一些花样来玩了，不能玩硬碰硬的玩法。虽然现在的跑男已经沦为跑男不跑的尴尬状态了，但节目的收视率却一直都不差。尤其是在嘉宾阵容稳定之后，节目的热度和收视率也就越来越好了。相信大家也看到了，每一季的每期播出之后，收视率基本都是冠军。现在的跑男能取得这样的好成绩，必须要归功于这些常驻嘉宾：李晨、郑恺、沙溢、周深、白鹿、范丞丞、宋雨琦、张真源。这样的配置可以说要人气有人气，要搞笑有搞笑。李晨和郑恺2个人可以把老粉吸引住，沙溢、周深、白鹿、范丞丞4位都能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带来无穷的笑点。至于宋雨琦和张真源2个人，真的是把流量这一块直接拿捏了。有了这样的阵容之后，节目又怎么能不爆呢？在这几年的节目中，跑男基本上每一季都会玩好几次的剧本杀。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，剧本杀又来了，但这次是让人尴尬的。白鹿的将计就计，让跑男节目组彻底被打脸。这次周深不在，常驻嘉宾一共有7位，飞行嘉宾有2位，一共有9人。这次的剧本杀游戏9人中，一共设定了4位坏人。实话实说，当我看到这个好人和坏人的比例之后，我心里想的就是坏人优势太大了。当我看完整个游戏之后，才发现，果不其然，坏人方简直就是拿到了天牌，说是必胜都不为过。在最后一个推理投票环节中，沙溢、张真源、范丞丞、宋雨琦、陈哲远5个人分在了一组，李晨、郑恺、白鹿、张若楠4位分在了一组。通过之前的已知条件可以知道，在5人组里共有3个坏人，而在4人组中有1个坏人。实话实说，
9个人里4个坏人，这个游戏的好人方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获胜的可能性。换句话说，这次的游戏设计是有缺陷的，可以说非常不合理。尤其是在沙溢决定完名牌之后，坏人方就更有优势了。按照正常逻辑来说，坏人自爆基本上就是必输的，但这次的游戏坏人自爆之后更容易赢了。当沙溢自爆之后，直接去找4人组那边的队友，只是他认错了队友，以为白鹿是队友。当白鹿被坏人方误认为队友之后，他便决定将计就计，去和坏人方一起商量策略。表面来看，白鹿伪装成坏人这一招玩得还挺好的，实际上对坏人方来说就是小儿科。尽管沙溢、张真源、陈哲远3个坏人对白鹿都深信不疑，但最后一个坏人张若楠的内心却跟明镜似的。当白鹿将计就计的时候，张若楠其实早就准备好了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说白了，就算白鹿再聪明，他也不可能带着好人方翻盘的，因为从他决定将计就计的那一刻起，张若楠就早已盯上了他。看完这次的游戏之后，我真的想问一下节目组，有没有觉得很打脸呢？既然是一个游戏，那好人方和坏人方是不是都应该有赢的可能性呢？在这次的游戏中，好人方赢的概率基本上为0，除非坏人方在同一轮投票中全部都把黑水放进去，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特别是当白鹿被误以为是坏人的时候，白鹿不仅没有打入敌人内部，好人方也没有得到任何优势，可以说对坏人方一点影响都没有。在这样的设定下，这个游戏对好人简直就是一种羞辱，因为不管你多聪明，那都像是跳梁小丑。其实这个设计只要稍微改动一下，就会让整个游戏变得更精彩。比如，节目组可以在4人组和5人组中各安排2个坏人，这样就能大概率提高好人的胜率。试想一下，要是4人组有2个坏人的话，白鹿将计就计肯定会非常刺激的。当有了2个坏人之后，每一个坏人看到白鹿将计就计都不敢确定白鹿是好人还是坏人，这样的话推理就会变得更加烧脑。一旦白鹿成功，那游戏结果就有悬念了，这就会更有节目效果。真心希望节目组在后期设计游戏的时候能多上点心，不要老玩这种不公平的游戏。或许有些观众会说，这期节目必须是坏人赢才能绕回主题，其实这一点大家完全不必担心。不管是好人赢还是坏人赢，节目组都是可以绕回到双生花和2为1这个主题的。坏人赢是毒死一朵花，好人赢也可以杀死一朵花，这个是可以随便说的。这些年来跑男动不动就会玩剧本杀，当然不可否认，有些剧本杀设计的确实不错，公平性和推理线索等方面都做得不错。然而，有些时候设计的剧本杀真的是没眼看，不仅没有任何公平可言，有时候逻辑上还存在很大的问题。这一季一共玩了2次剧本杀，每一次都是坏人方有着极大的优势。真心希望节目组能好好研究一下剧本杀应该怎么设计，要不然真的是太让人尴尬了，大家觉得呢？